它真的是因为它的颧骨看起来比较宽，所以这种状况，他把颧骨削了以后，他脸那个看起来比较小。那还有的人呢，他问题不是在颧骨，他是因为这个地方下颌骨比较宽。可是有很多的人哦，他的问题不是因为真的在他骨头，比如说像这个妹妹，你可以看到她原本的样子哦，你会觉得她的脸看起来是不是比较大？你可以看到她术后的样子，你可以发现她事实上她没有削骨，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她脸看起来真的是比较小？诚挚产品对位，剂量精准触媒，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科普医美新知。张医师，为什么我的头并不大，可是脸看起来这么大？其实这个问题很多女生会问，很多女生都觉得说，我脸很大，可是事实上仔细看她整个头，不像我就是大头嘛。那可是有很多女生她困扰的是头其实真的没那么大，但是呢脸就看起来很大，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哦，她原本是这样，那变成是这样。这一种脸大，她坦白说，她真的是因为她的颧骨看起来比较宽，所以这种状况，她把颧骨削了以后，她脸那个看起来比较小。那还有的人呢，他问题不是在颧骨，他是因为这个地方下颌骨比较宽。那这一种状况，其实应该讲，他真的就是头比较大，所以整个脸看起来比较大。可是有很多的人哦，他的问题不是因为真的在他骨头，比如说像这个妹妹，你可以看到她原本的样子哦，你会觉得她的脸看起来是不是比较大？可是你可以看到她术后的样子，你可以发现她事实上她没有削骨，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她脸看起来真的是比较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当你的脸如果没有立体感的话，比较扁的话，就是人家常说比较肉饼脸的话，它整个感觉就会比较扁。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像这个他做了什么事让他脸看起来变小呢？一个是我们的鼻子。当他鼻子立体起来的时候，就好像把一个从2D 的画面拉成3D，就会看起来脸瞬间就小了一些。还要修饰什么？他原本他的下巴本来比较宽，所以我们再把他的下巴做一个这样的修饰。你发现他鼻子跟下巴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动骨头，他的脸呢没有真的动到这么大的手术，但是他看起来脸就变小了。好，第二个，我们再看同样这个客人，他的脸很方很大，可是我不想要动骨头，我有没有办法让他看起来比较没那么明显？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凹的这个地方做了一点填充，他的脸看起来就没有这么的宽，因为你在2个山峰之间填一点点，让他看起来脸比较顺，让他颧骨跟下颌骨没有那么凸的时候，视觉上的修饰看起来它也会变得比较小一点。还有，你看他的这里。他的苹果肌是凹的，当他把他的苹果肌这个地方填起来的时候，他脸看起来也会比较小。什么意思？当你的苹果肌是扁的时候，你最凸的点是颧骨，于是你在视觉上你看到最高的点都是颧骨，就会有那种往外张的感觉。可是当你有苹果肌的时候，你的中脸的这个最凸点从这移到这的时候，你在视觉上它是往内缩窄的，所以填苹果肌反而会让很多人他的颧骨看起来没那么凸，反而看起来脸会比较小。好，我们再看这个图我们把它分成一半，你可以看到说这边的脸跟这边的脸看起来，这边的脸变小了，你会觉得这边的脸看起来还是比较大，而这边的脸看起来比较小。像这个客人如果在处理的时候，我的选择一定不是把这个地方填起来，让他脸看起来比较顺，让他脸看起来比较小，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客人，他这里是凹的没有错。可是呢，你可以发现它这个地方它是有嘴边肉的，把这一块嘴边肉提到原本凹的地方来，这样子提上来。当他提上来的时候，他的嘴边肉改善了，他的脸颊也改善了，所以会让他的脸看起来变小。所以相反的，如果你想要你的脸变成像以前那样子，变得比较小的时候，你要把它拉上去。OK， 比如说我们看他有婴儿肥，对我说的就是这一块就会觉得脸太蓬了，这种感觉就是太 U 型，就会觉得有点太大。取假指垫的确刚拿掉的时候，你脸真的会小很多。好，但是取假指垫我们现在只用在真的脸是真的那个脂肪太多太
多的。比如说以这样的状况他也觉得他有婴儿肥啊，但是我们的做法不会去把这个夹子垫拿掉，夹子垫拿掉了，它是永远回不来的。而且夹子垫拿掉了，很多人过几年以后脸会松垮，非常厉害。所以你把夹子垫拿掉的时候，虽然脸会变小，可是也会提早造成它老化，因为它的支撑不见了。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把这个深层的这个夹子垫往上提，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八字线厉害的地方。它有一种特别的拉法，我们是可以把这个夹子垫藏在颧弓的里面，因为这里是没有神经、没有血管，因为它是放在骨头的缝隙里面，所以做完的结果就是你的脸看起来是便秘的。可是如果今天只是一般浅层拉线的方法，它把组织堆积在颧骨上，反而你有可能越拉，你这个量越大，因为这跟你对结构了不了解有很大的关系，对你的拉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再看，比如说他原本是一个脸小的人，那为什么看起来脸大？因为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同样是这边，你就会觉得他脸是小的。第一个，他把这个下垂嘴边肉提上去，嘴边肉改善了，脸颊凹改善了，所以你就会觉得他颧骨没有那么明显，他的 U 型脸也改善了。第二个，苹果肌这个地方做了一些填充，所以你把它视觉上最凸的地方把它往内移，你就会觉得他的脸看起来颧骨就没那么明显了。还有一个重点呢，你看他原本呢，他的太阳穴是凹的，我们把他太阳穴填起来之后，他整个脸变顺了，而且在他的视觉上，你会觉得他的颧骨看起来好像变窄了。在没有动骨头的状况下，你可以看到他两边的脸看起来大小在视觉上就会差非常的多。所以很多人他在术前呢，他会觉得我头明明不大，为什么脸大？关键就是这几个地方。我常常遇到很多，他就是我就想要脸小一点，我是不是要削骨？事实上，真的需要把过大的骨头削掉的人，不见得有那么多。很多人他的问题不是要靠削骨解决，而是要把嘴边肉或是婴儿肥上提，把你的这个凹陷的这个苹果肌做处理，把凹陷的太阳穴做处理。然后，如果你的中线不够立体，你的鼻子、你的下巴需要做修饰，把你从2D 的世界拉成3D， 你就会发现你的脸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的大。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其实有很多的治疗，我们在处理它的时候，你必须照着正确的逻辑、正确的医学的观念去处理，你才有办法得到最好的效果不然没效才是真的，想做就要找专业。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